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Lutopia Lab 频道，我是 Lily。这次要来讲 Unreal Engine 5.2 Animation Blueprints 的节点，介绍如何使用 CCDIK 节点骨架控制节点来设置并控制 IK 链。在开始讲解今天的 CCDIK 节点之前，我这边有准备了一个模型，然后这个模型是我在网络上去寻找，是这样的一个模型，就是门铃，然后我想要让角色去触碰到这一个地方，然后你有了模型之后，再把档案放进 Unreal 专案里面，然后我这边已经有汇入进来。汇入完之后，我们要把它放进 Blueprint 里面，所以这边要按右键新增 Blueprint Class， 然后点下 Actor 这个，然后做完之后，因为我这边已经有做完了，然后做完之后进来，它这边会是空的，然后你再把你的全部模型放进来这边，然后模型放完进来之后，我们再给它新增 collision。我这边就给它使用 box 的 collision， 然后你就拉一个大致的范围，然后我这边我还有给它一个文字，就是当角色进来的时候，它会显示一个提示字这样。然后这个是模型的部分。好，那我们就今天开始来说 CCDIK 是什么东西。那我们要先来开启角色的 Animation Blueprint。CCDIK 在这个 Animation Blueprint 的 AnyGraph 这边，然后去寻找 CCDIK， 就会有这个节点。那这个节点的中文名字叫做循环坐标下降逆向运动学。这个节点是一个轻量级的 IK 解算器，通常用于将骨骼链驱动至执行器位置。而且 CCDIK 还提供了定义角约束的功能，需要在结算中限制任意骨骼的旋转时较为实用。那我们先来试一下。然后这边的话，待会再来一步步的进行说明。然后我们先在这个 Tip Phone 这边，我们先来弄左手。那它这边去有这个节点，然后这边我选然后再把这个 pose 先做连接。做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手有移动，然后我们选上 CCDIK 这个，然后你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稍等我一下，移太远了。然后你这里可以发现这里有红色的线，这个红色的线就是刚刚我在 root 的地方选它的肩膀，然后到它的手这边，所以它有一个红色调试线的显示，就是会将末端的骨骼与执行器的位置做一个匹配，通过给执行器的位置使用动态矢量变量，并且在这边也可以去运用在旋转的限制，就是这里有一个 Enable Rotation Limit， 预设是没有打勾的，如果你打勾的话，这边你就可以去做一个旋转的限制，可以根据你的角色是否要去做这个，然后它这个的话，它会可以去针对每个关节都做一个限制，就
做这个的主要原因是你可以避免出现有任何的几何体重叠，或者是角色关节会过度的生长。然后这一个 alpha 的话，它预设是1，就是你可以控制姿势中的运动角度。那如果是0的话，则完全使用原姿势。好，那我们讲解一下旁边的这些属性有哪些。当如果说你的 Effector Location Space 这边选择 Bone Space 的话，那 Effector 它给这个就会设为是骨头，就是会，你可以在该属性上去定义目标骨骼是哪一个，就可以看到这里有骨头，你可以定义这样。然后这个 Tip Bone 就是你的最终 Effector 的位置，就是 Root 到 Tip 的位置，然后这个Precision 就是精确度，这里可以设置从执行器的位置到末端骨骼差量的容差，它默认值的话是1。那如果这里你增加数值的话，可以增加精度；那减少数值可以减少它的精度这样。然后 Start from Tail 就是它真正画出来一条线，就是从那画出来这样。然后这个限制刚刚已经说了，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就来开始制作。先把这个删掉。好，一开始先把这个动作先给它 catch 起来。我先命名。然后我们这里来新增2个属性，就是看角色有没有按下这个按钮，另外一个是去判定它的这个物件的中心值的位置是多少。因为我这里之前有新增过了。那秘密一样的，那我就这样。然后这个要用 vector。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做。然后我们要先用刚刚已经 click 过的这个使用这个 pose，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的节点。我们这里使用一个 Blender Poses by Bool。如果是 true 的话，我们就让它做这个动作；没有的话，那就执行原本的动作。
那我们这个 CCDIK 这边，我要让它的食指去触控，然后这边 Event 这边要选上我的 Space， 食指左边的食指。好，那我们来开启我们的角色 Blueprint。这里要 cast to repeat 角色。Get a tree. Get enemy instant， 这个 get enemy instant。然后这里我们要 cast animation blueprint。因为我们要用 animation blueprint 的那个属性去做，所以这里用 animation blueprint 的。那我们找个地方，好，然后我这边要用键盘1来去做控制。当按下的时候，它可以去执行。我这里用 get， 当它按下的时候，它就进来，然后它会被开启这一个。然后我这里使用 event，custom event， 然后这里我命名按钮按下去开始之后，然后当它有按完嘛，然后我们就要让刚刚的那个 button press 把它设定说它确实是有按下去的。然后还有刚刚还有一个 distance， 这个 distance adjust 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门铃的那个按钮的位置，所以这里的事件我们这里在 input 这边增加一个变数。这里用 vector， 然后有按钮开始跟按钮结束。当结束之后 ，button 这一个就是没有被执行。好，这个是角色的部分。那我们回到这一个物件，我们选上 collision 这个，然后来到 event， 按下开始 begin overlap， 还有一个结束的 overlap。
然后这里 cast to 我们的角色。那当角色进来这个 collision 之后，我要让我的文字显示。所以它是 true。然后给它一个 delay 的时间。然后要用这一个，把刚刚的 button start event 这个，它会去触控这一个。它的这个 dist argue 的话，就是我有在这里新增了一个点，我用这个 sin 去当我要按钮的那个地方的位置增加一个 pivot， 然后我就使用这个去 get 它的位置。离开之后，那就把文字关起来，还有以及 button 这个事件结束。好，按钮按完，记得都要按 compile 以及存档。好了之后，我们回到游戏画面，然后记得把你刚刚做好的这个物件放进来，然后我们按下执行。然后当角色进来之后，它会显示文字，然后我们按下1，你看，它就会在这个物件的地方，我的手指就朝在这里。好。那离开之后，它就会都不显示，手也回归正常。那这样我们这一集的影片教学就到这边为止。如果说你喜欢这样的影片，或者对你有任何帮助的话，帮我订阅、按赞或开启小铃铛，或者是你也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面订阅。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咯。